要说索马里的特产，那肯定是海盗。虽然地理位置是很不错，但还是穷啊，很多人都快活不下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简单，虽然他们不生产财富，但可以做财富的搬运工啊。他们不仅赶集商船，甚至连军舰都敢上去碰一碰。靠着打劫，海盗行业的产值高达上亿美元，但现在却销声匿迹了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索马里位于非洲最东部，北边呢是亚丁湾，东临印度洋，与肯尼亚、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63.76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269万人。说到索马里呢，就不得不提到索马里海盗。在10几年前，哪个经过亚丁湾的船都得提心吊胆的，生怕自己走着走着就看到几个快艇。当然这也没办法，谁叫这群海盗属实是忒猛了。沙特30万吨载重的油轮装着价值1亿美元的石油，人家说借就借，要500万来赎船和船员，不给钱就撕票。要不说沙特真土豪呢，不到1个星期就空投了300万过去。当然受害者不止沙特，乌克兰也被打劫过，两边足足扯皮了1年多，乌克兰交了320万美元才赎回自己的船。不赎不行啊，这船看着像是普通的商业船，但实际上船上装的是几十辆坦克和大量的武器弹药，二毛是不可能接受这些东西落到别人手上的。从2000年到15年，索马里海盗打击了几千次，但也不过几百次成功拿到赎金，成功率呢只有个位数，但依旧不少人前仆后继，因为只要成功一次，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。说实话，世界上穷国不少，临海国家呢也很多，怎么就只有索马里这个国家会生产海盗？他们究竟原本就是海盗国，还是被迫成海盗的呢？索马里人呢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海盗，他们之所以会当海盗，完全是被迫的。这是为啥？自从索马里独立建国后，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国内的各种势力军阀层出不穷，为了抢夺更多的地盘，天天打个不停。本来呢，索马里就不是啥富国，现在一打仗，经济更别想发展了。而且国内好不容易有一点的基础设施也被打了个稀巴烂，那些索马里人呢就是饿死的饿死，战死的战死，简直惨得不行。国际也不是没有援助，曾经有好几次向索马里运输粮食等物资，可结果呢，这些物资刚下飞机，马上就被那些军阀势力洗劫一空。因为穷，所以给了索马里人一个当海盗的机会，但这只是原因之一。既然国内赚不到钱，要饿肚子，那么往外面走不就行了？索马里可是非洲海岸线最长的国家，因为独特的地形，它还被称之为非洲之角。光去自家海域捞点鱼，日子都能过得好一点。更别说索马里还临近亚丁湾，想要通过苏伊士运河呢，就必须经过这里。只要能扼守这条通道，索马里呢也能小赚一笔。但问题是，国内都乱得不行，索马里根本没有能力守住自家海域。别的不捞船，在这大捞特捞，他们自己想捞鱼，都会被赶出自家海域。那里不停地打仗，而这里想捕鱼又捕不到，那么他们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死，要么铤而走险。因为穷要被饿死了，所以去当海盗，但这也不是他们这么做的理由。如果一开始是生活所迫，那到了后面，这些人完全就是主动的。为啥？因为太赚了，只要成功1单，平均就能拿到180多万的赎金，换算成人民币有上亿了。他们还特意成立了一个交易所，只要能提供武器、人力还是船什么的，就能入股，到时候事成就能分钱。曾经有个大姐吧，就用了一个火箭弹入股，没过了1个月就获得了上万美元的收益，而这个火箭弹的成本呢，也不过几百美元。高收益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进来，而索马里海盗的打击行为也越来越广泛，不仅是各国的商船要抢，甚至连军舰他们都敢开着快艇去碰一碰。就是这么嚣张的行径，搞得很多国家都不爽，有实力的就自己派军舰护航，没实力的那就请别人来帮忙。碰上温和一点的，比如说我国，那主要还是驱逐，但要是碰到像俄罗斯那样硬核的，管你抢没抢，只要我看见你了，那就先来一发劲炮尝尝味儿。总之宁可错杀也不放过。在多国联合打击下，索马里海盗也是越来越少，到了近几年更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了，几乎销声匿迹。这说明什么？就算你再横再猖狂，在大炮之下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做人，毕竟那海盗也是人，也怕死。当然他们之所以会销声匿迹，也和索马里自己没有过去这么混乱有关。以前天天打仗，到了现在也和平了不少，不少海盗呢都开始专职当起了渔民，回归了正常生活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起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